图河已干，我10万大军再无人能阻挡，顷刻就可以兵临蒲坂城下。可惜啊，靖安王府的老王爷没来，却只来了个小王爷。虎父无犬子，河下少有威名，早已为燕立下赫赫战功，不得大意。是。王爷，白姑娘到了。娉婷姐姐，娉婷，援军来了吗？10万大军稍后即到。少爷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好，跟我来。娉婷，援军根本来不了，对吗？大王口谕，死守蒲坂城。这怎么守的？唉，这城里的守军只有8000，敌军号称10万，这敌众我寡，仗怎么打？少爷，请稍安勿躁，娉婷自有办法。全军听令，准备开战！楚北杰，你敢不敢一个人出来与我一战？怎么，你怕了吗？让你与我单独一战，你都不敢，你如何统帅3军？王爷，此乃激将之法，调虎离山之计，河下诡计多端，咱们要小心呐。兵不厌诈。少爷，以我秦升为号令，娉婷观天象，今日午时3刻必有大雨降临。届时少爷只需将楚北杰引入河道，敌军不攻自破。上！
以我秦声为号令。速将楚北捷引入河道，与敌军不攻自破。楚北捷，有本事就破城啊！哼，去！进攻！
默然，在。你先带大军在10里外扎营，安顿好之后，单独去长子城与我会合。默然得令。去。晋人终于退了，开河淹道，雨注水势，这天时地利，丁丁，真的被你算尽了。陛下临时派你来打这一仗，到底居心何在？嗨，别想了，我不是有你吗？替我出谋划策的。反正他禁军已经退了，外患已除。不。他这次退得太容易了，少爷。楚北杰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知道，就算我爹年富力强之时，胜算也最多50%。这就是开河淹道计策虽妙，但也只是机缘巧合。传说中的战神楚北杰，怎会因为一次巧合就即刻撤兵？他们进军主力无损，而我们又全无援兵。楚北杰只需要重整旗鼓，等洪峰一过，不出3日，就能将我们活活吞下。他为什么要这么轻易的就撤兵？这次我们胜他们败，怎么想都那么的蹊跷。少爷，娉婷还是安心不下，还请少爷暂不要还朝。行了，你别想那么多。少爷，我说的这些，你心里可都明白？我都明白。可是如果不回朝，我爹娘怎么着？新王刚刚登基，本来就忌惮我母亲长公主在宫中的地位，希望他恨不得我能战死沙场，他就可以接管兵权，拿下我父母。本来这次我晋安王府可以不出兵的，但是国难当头，我们不得不出兵。娉婷啊，我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，但我只能进不能退，只能胜不能败。好在这次打了胜仗，班师回朝，我想燕王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启禀陛下，大将军亲率10万大军在燕境蒲坂城外与城内8000燕军对峙，本欲一举攻下蒲坂，直捣燕都长子城，岂料城外突降暴雨，竟导致山洪沿早已干涸的护城河倾泻而下，瞬间将我军将士冲散。大将军唯恐此战有违天意，遂下令撤兵，现已在蒲坂城外驻军休整。10万兵力对战8000，居然敢临阵变卦，不战而撤！楚北杰好大的胆子！请陛下息怒，大将军心思缜密，谋略高超，带兵作战多年，全无败绩，绝非鲁莽之人，必是另有打算。还请陛下再等等，兴许有什么变化呢？变化？区区一场暴雨，就让我10万大军在8000的残兵之下吃了败仗。若他不是楚北杰，寡人此刻已经要了他的脑袋。别说是暴雨洪水了，就算天上下的是刀子，水中流的是毒液，他都必须给我杀过去。谢太尉，传寡人旨意，立刻派人发加急军报给楚北杰，不管他有什么打算，必须立刻反攻，直捣长子城，一举拿下大燕。若再败，军法处置。是。启禀陛下，大将军命令大军后撤10里扎营之后，以单骑孤身潜入长子城。他去做什么？大将军并没有交代。他一个人。
陛下，别来无恙。这场面未免也太过隆重了点儿吧？不过就是个外姓的王爷，陛下，你说他这算得了什么？楚北捷，本王已按与大晋晋王之约，派何侠赴蒲坂迎战。但你10万大军竟敌不过他孤军8000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倒是本王高看你了。此一河峡大胜，陛下怕是比我还难受吧？建安王府又添了新的军功，此事整个长子城街头巷尾人人歌颂，百姓只知长公主晋安王，而不知道陛下。晋安王府如今已是人心所向，陛下，你这新王的宝座坐得可稳当啊？给小晋安王贺喜，陛下亲自出迎，请小王爷速速谢兵觐见。陈河侠拜见陛下。小晋安王骁勇善战，实有乃父之风。快快平身。谢陛下。蒲坂一战赢得漂亮，本王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，重重赏你。来呀，赏小晋安王美酒一杯，宝剑一柄。陛下龙体，臣不能在陛下面前持兵器造次，有何不可？陛下，这就是墨黑宝剑。不错，墨黑宝剑以千年寒冰玄铁所铸，常年低温寒气逼人，被此剑所伤的伤口周围渐渐变黑，难以愈合。即便是小伤，也能置人于死地。起剑。谢陛下。走，随本王进宫，好好的喝一杯。陛下，如今刚刚班师回朝，我还是先回军营处理好军中事务吧。怎么，本王与你叙旧，难道还有人敢有怨言不成？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小王爷，长公主病重，还请小王爷速速回府。这位不是娉婷吗？过来，
让本王瞧一眼。本王听闻此战是你在背后运筹帷幄、神机妙算，以开河燕道之计、假天之力，战胜楚北节10万大军。此事当真？陛下折煞奴婢了，奴婢哪有这个本事？你就不要过谦了，本王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你，你的本事，本王清楚得很。你就是白娉婷。长子城里姓白的倒是不多，本宫就曾听说过前朝有一位叫白河庸的谋臣，就跟白姑娘一样，是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只可惜因忤逆获罪，不知白姑娘可认识此人？回娘娘的话，娉婷只是静安王府中的一介婢女，身份卑微，什么也不懂。娘娘方才所说的那个人，娉婷也未曾听说过。只是娘娘、陛下，今日静安王府长公主实在是病重，还请小王爷尽快回府探望。陛下，臣率兵在外，久未归家。如今母亲病重，臣迫切的希望可以回到府上，照看母亲。希望陛下恩准。自然是长公主的身体要紧，回去吧。如果有什么需求，尽管告诉本王。谢陛下。这静安王府也真是越来越嚣张了。就连陛下亲自出城迎接都不给面子，哼！哎，立即命守在宫中的3000禁卫军出宫追击，传我令，河峡私藏手牌，假释军令，蒲坂城一战实属欺君叛国。静安王府全府查封，相关人等一个都不要放过。那个叫白娉婷的侍女，留下活口。是。我娘她怎么了？长公主殿下平安无事，若不是陛下刚刚出城接人，我也不敢斗胆称殿下病重。娉婷探知，陛下在宫中集结了3000禁卫军，怕是少爷这一去凶多吉少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我已安排好王府上下的人先行撤离，现在我们就去五老峰与他们会合。这燕王真是卑鄙！娉婷啊，你别担心了，看看你，担起心来都不好看了，不好看，可没人娶你啊，只能我娶你了。娉婷啊，虽然你是我府上的侍女，但府里上上下下没人把你当侍女看待。我跟娘也商量过了，选个良辰吉日，我就娶了你。少爷，你不愿意？娉婷从小被静安王府收留，我是罪臣之女，若不是长公主好心收留，怕是也活不到今天。娉婷早已认定自己是静安王府的人，不管是为奴也好，为妾也罢，只要能留在静安王府，都是娉婷的福分。少爷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娉婷在此谢恩。别谢恩了，当年是我娘收留你，你的下半辈子就由我来照顾吧，我一定让你平平安安的。
禁烟征战多年，死伤无数，百姓苦不堪言。陛下新承大位，恐有不知，长此以往，只怕大燕会外忧未除，内患已成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这一场仗，我们真的要继续打下去吗？我给你机会了，这场仗是你自己没有把握好。我是不忍见到百姓再受战争之苦。只要陛下铲除靖安王府，无人挑起战争事端，我自然保你平安。此举能让你内忧外患皆可解除，那岂不一举两得？你是要逼本王亲自动手？这是陛下自己的家务事，陛下责无旁贷。我军就驻扎在蒲坂城外10里之地，韦杰静候佳音。王爷，燕王宫中的伏兵已尽数出击，可是靖安王府好像提前得到了消息，已经全部撤离，去往五老峰的方向。倒是个料敌于先的人物，看来单凭燕王一人之力难以成事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，靖安王府不除，终究夜长梦多。我们救助燕王一臂之力。默然得令。地面颠簸，这不是我们要去的路。这是要去王宫。停车！停车！小靖安王持剑闯入王宫，分明是想行刺陛下，犯上作乱。现在我们已经把你围住了，你死路一条，还不赶快缴械投降？哼，这位将军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。众将听令，一臣贼子，杀无赦！
我绝对没有谋反，是有人陷害于我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事实，难道说是我陷害你吗？如果我谋反，我早在边关就谋反，何必回来自投罗网？少爷，王府着火了！少爷，他们不会听你解释的。这是要赶尽杀绝的意思。陛下有令，诛杀何侠，活捉那个女的，杀！呀！少爷，披风给我。你干什么？靖安王府对娉婷有恩，如今王府有难，我自当回报。娉婷愿替少爷引开追兵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替我引开追兵了？给我！王爷和长公主还等着你胜利而归。我只不过是一介侍女，就算被抓住了，也就受点皮肉之伤，不会有性命之危的。我会设法逃脱，去五老峰找你们。长公主，到了。来。你先回去。王爷，怎么了？不要出来。谁？来者何人？靖安王殿下，3年前禁烟之战，你惜败于我，可还记得在下？楚北捷，好久不见，王爷别来无恙。
是你和慕容素串通一气，要害我全家。奇怪吗？当年在战场我放你一马，是因为你承诺晋安王府从此之后不再参战。可是你出尔反尔，2个月之后再次开战，不断攻我城池，掠我土地，我大晋百姓吃尽你的苦头。晋安王的大名如瘟疫一般，令人闻风丧胆。若不是这2年你疾病缠身不上前线，我怎么会如此轻易的一路杀到蒲坂城下？主谋也看，只有晋安王府彻底消失，燕晋才有止战的可能。而你们的新王，为了能稳坐他的宝座，也深以为是。我这次来，就是为了讨回3年前你欠我的一条命。其他人与此事无关。王爷，董卓，带长公主走。王爷，走。是。走啊，长公主，长公主，王爷，走啊。藏着目光，待天下风起云涌是狂放。我自赏一枝孤芳，可天涯何处有你的发香？天微亮，遥远别方，是烽火烧尽城市灿烂过往。你预言的沙场，有哀伤流淌在黄土之上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荒凉悲怆，别忘记我模样。无我，无名，无常。从此随我的心事，从此断茫茫归途。别愿小巷最深处，我回首来时路，何来繁华的嚣张？烈日当空，心灼伤，我永不降服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荒凉悲怆，别忘记我模样。无我，无名，无常。无我，无名，无常。